好，来看看今天我狼给大伙带来的是名将二爷版啊。这个版本呢，咱们看一下啊，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版本就是一个变态的，类似于像无双版。对于新手来说呢，肯定是不好玩的一个啊，就是不好上手的一个版本。当然呢，咱们的血量呢看起来也是蛮多的啊。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就是类似于像无双版吧，因为怪多，咱们的血量多一点也是可以理解。你看，咱们各种血杀之后，从蓝色的血格血条变成了这个绿色的血条，说明咱们是有挺多血的啊。但是这种版本呢，实话实说，就是给让高手玩的爽的。因为原版啊，尽管原版新手啊，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难，但是呢，你玩这种，对吧？你玩这个，对吧？你高手你玩原版就感觉好像很无脑的样子。这个版本呢，它也是3人可以同时玩。这次咱们解说的是来自于这个大虾啊，这是整个游戏当中对于新手也好，还是高手来说呢，这个对吧？这个最实在的人物啊，没有之一啊，对吧？咱们都喜欢选这个木乃伊啊，他是一个外星人啊，外星木乃伊。然后呢，同时呢是，当然呢，在速通最快呢，还得是机械娃娃啊，这个没办法。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南通这个金家潘啊，这个名字起的让我想起了某个拳皇97高手啊。好，可以看到血量，看又吃成蓝色了。所以说这个血量血格呢，它应该是有2管血，它应该是有2管血，就跟你打 BOSS 的时候，最开始看不到 BOSS 有多少血，你看它现在是白格血。但是打到一定程度上，它就开始慢慢变成了这个别的血格。你看，哎，变成天蓝色了。然后呢，再打它可能就会再变成别的色，最后呢变成黄色，黄色变成红色之后，啊，你看它现在应该就跟咱的血量是一样的，对吧？因为咱血杀也会费血啊，抓住它 AA 呀，绿色完了应该就是黄色，黄色之后红色完事之后就死了。好，血杀。啊，还有浅绿色啊，这绿色还分2种。好，勾引一下，还是用投技打。由于呢，咱们这个血量还不算缺少啊，所以说基本上呢，并不是太那个什么啊。好，你看咱们现在也升，对吧？绿血完事之后就是变成红血啊，变成黄血。好，这人叫啥？道了哥，好，直接打死。其实这个你看啊，它就肯定是比1v4要难得多。我倒觉得名将也可以出一个X2版，X2版的话，那肯定比这个版本难，我认为是。当然呢，X2版的话，如果要是跟这个血一样多的话，两个应该也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一比。因为之后我没有看到啊，如果之后这个游戏 BOSS 非常多，那也挺难。但是X2版呢就不用想，X2版的 BOSS 就绝对是乘以2的。就哪怕你是双 boss， 对吧？我也是乘以2的。比如说你是3个人玩，比如说1v3版的X2，那么一下出来3个复制体的，3个复制体的情况下，或者4个复制体的情况下，不好意思，那就是8个复制体，那就相当难了啊。X4不是更好？你以为你像好比就是玩那个忍者棒球，除了有1v4版，还有1v8版，还有1v8 X2版啊。这就是无敌了啊！这个 MACK， 按照咱们的这个中文的音译翻译，应该叫 Mac， 还是叫 Mac？ 是发啊，还是发 I， 还是发对吧？你们教我。好。这把所有的兵都聚集到一起，其实这个兵啊，转身打还好。这是个小技巧啊，在那个展厅上面打，兄弟们。发 I 的音是吧？发 Mike 还是 Make 还是 Mac 啊？这个不一样啊！我是对于咱说咱也英文，咱实话实说学杂了都啊。Motherfucker 侠是吧？哎，你看这个东西，这个虫子啊，刚才那个大虫子看起来很像吧？这个有点像古老的，对吧？古老族，这有点像一个博物馆的样子啊，大家伙儿应该了解。就是这个游戏呢，它背景其实有点像宇宙霸主，然后对吧？这个它这个剧情啊挺乱。小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像这个什么
你像咱们这个看那个漫威的电影，也得慢慢看，对吧？看漫威的电影，咱们大伙儿比较了解一些远古期的这个英雄，比如说漫威的这个对吧？你首先先讲地球上的事儿，先讲普通人发生的事儿，比如说像蜘蛛侠被蜘蛛咬了，对吧？怎么样？然后呢，在什么 X 战警啊，就普通人然后变异了啊，对吧？变异了，变成那个变种人了啊，怎么样？然后才发展到后期又多元宇，现在是多元宇宙了，对吧？那对吧？剧情不够，爱情凑，爱情不够了，对吧？量子宇宙，对不对？你这当时咱们玩街机游戏的时候，其实你像这就它虽然说谈不上量子宇宙啊，它谈不上多重宇宙，但是呢，它跟这个银河系啊，还有什么宇宙这块啊，也拉的差不多了。你看，对吧？各种外星人啊，对吧？你如果说你像咱看这个漫威。第一次了解所谓的这个，对吧？就不是了解外星人了，就相当于就已经外星遨游了。咱们从那个哪才开始啊？从这个，对吧？这个银河护卫队1啊才开始了，对吧？你其他的人，无论是哪个外星人过来，包括还有那个惊奇女侠是吧？也就那么回事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你都得先讲地球上发生的事儿，然后呢，外星人偶尔有一个外星人落地。当然，你也包括那个隔壁 DC 的那个克星人，对吧？你那克星人也是外星人啊，对吧？很多人觉得超人好像从小认为超人好像是从小出生就是超人，当然不知道，我小时候认为超人就是变异了，啊，就是从小他就是为什么他是超人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超人是这个克星来的啊。玩家是在左下角，是叫南通金家潘。好，这怎么连呢？他也是一顿转身连，打这个 boss， 前2天我打这个 boss 还挺惨的，对吧？因为一小兵，但是我打那个 boss 没事啊，我打那个 boss 就是2个这个 boss， 当时第一时间没有小兵，我搁这1、2、3转身，1、2、3转身，1、2、3转身，还真打了啊，还真给他打死了，我还没怎么费血，我当时很诧异自己啊。好，这个一电完之后，连队友也能被电是吧？一电完滋滋滋滋滋滋，这个 boss 的血量惊人，对呀，所以说叫2爷版，所以说给咱们的血量也非常多。给咱们的这个血量多，并不是说咱们挨打的血量啊，他给你这个血量，你要指望着挨打能，对吧？不被打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个血量是给你 AB 血杀用的，兄弟们。这个血量是给你 AB 血杀用的啊，它根本就不是他妈的让你挨打的，挨打的你也挨打不了多少下你就死了，不信你们试一下啊！困难难度的游戏，这个名将啊相当难，对于新手来说不要轻易挑战啊。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一上的满屏幕就是怪，这是无敌了啊！有麒麟臂的金发女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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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比双 boss 难，小兵多了。对呀，我也觉得，就2个刚才那个撇飞针那个飞针那个，2个撇飞针那个没有小兵，但是这个版本不一定了。这个版本不一定了啊，因为这个版本它是改版啊，它没准在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小兵，那你就难受了，兄弟们，对吧？相当难受啊！这游戏还有新手，哎呀，其实听我狼解说的人95%都不玩，但是呢，有的游戏可能会玩，就像这种类型游戏，他们只会看，说白了也是听我狼吹吹82年的小牛逼，我他妈要死了，大哥！好在补血不算少啊。对，名将它也有无限武器，它那个叫无限弹药版啊，无限弹药版是有那个版本的啊，是有那个版本的。好，
好，哎，一个星一顿闪。其实名将的音乐也挺有意思的啊，我最喜欢名将里面的小怪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灰色的这个长得像异形的这个小怪。这个小怪长了一张主角脸，不知道以为他是一个变异版的洛克人啊，身材也好，对吧？但是他应该是一个机器人，还是生化和机械结合。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发电这个女的是身材是真不错，我就想说啊，就这帮就除非这个女的是机器人。但是呢，我就想说，既然你能做出这样的机器人，你为什么要称霸世界呢？你能做出这样的女性机器人来，我想说你已经不用称霸世界了，你已经称霸世界了，好吧？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那就算她不是机器人，你有这么多女性的小老弟儿，我真是服了。你有这么多小妹儿，大哥，那你也称霸世界了呀，对不对？那你就真是好。来看看这里面不仅有一个第一关的 BOSS， 还有一个机器，对吧？机械盔甲。而且还有一个大河，对吧？有一个亚麻台啊，亚麻头，这，而且血量都是满血啊，都是四管血。这个版本确实难啊，兄弟们。但是你看正上方有3个桶，对吧？正上方有3个桶，所以说呢，它难。要对于高手来说呢，它有这个上限可以发挥，它有技术发挥。比如说打着输出过程当中呢，对吧？你看马上就对吧？正常咱们是不敢这么输出的，但是他打着的时候选择一手血杀，哎，打着的时候选择一手血杀。这个血杀虽然说费血，一管血不够费，但是他给你补啊，给你补就好说了，对吧？恐龙快打5000强版本，我大概解说的得有个30个没有，20不应该有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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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这里小兵可比1v4版要多得多了啊！而且这还是2个 BOSS。那个第一关那个 BOSS 也是真 BOSS 啊，而且他不是说精英怪，因为他血量摆在那儿了，对不对？这血量摆在那儿啊，这确实狠。还有会扛着那个，对吧？一直会刷兵。这个如果让我玩的话，全程 AB 啊，接币就完事儿了。我估计大概花个7、80个币，至少能打到最后一关啊。那是我的感觉是牛逼，但是我有100个币，100个币应该是能打到最后一关了。往后看吧啊，好，这仅仅是第3关，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第3关你也看到了，但你只要把那个主 BOSS 那个野马台打死就行。那个野马台基本上也是跟那个 BOSS 一样的血量啊，也不知道是打那个 BOSS 先打死好不好使，但是我个人感觉野马台比他更好打，因为那个 BOSS 更愿意防啊，愿意防，一防还往后退，这就很难受啊。这个游戏最强是不是婴儿？严格意义上来讲，最强不是婴儿。但是呢，速通的话不要闹了，好吧？速通的话，那不是婴儿，那还是谁呀？但你要问我最强的人，比如说摊分，那就是现在咱们选的这个木乃伊。摊分啊，因为太厉害了，兄弟们。这个摊分就跟忍者棒球里的小绿人一样，这是一个人物的机制啊。其他所有人的机制跟这个木乃伊的摊分机制不一样。所以说能理解吧？啊，好，直接把这个机甲都打碎啊！而且对于一些中手来讲，这个木乃伊的这个人的攻击，还有血杀都太适合就玩了。就怎么说呢？你要玩那个娃娃的话，你玩娃娃的话，可能你反正新手玩娃娃还不如玩木乃伊，真的。好，你看，原本是单挑这个小子，兄弟们，原本是单挑这个 monster 啊，但是呢，现在不行了，现在是
这个三眼巨魔，你得边打这个女的边打这个三眼。而且兵还一直刷。这游戏最难的是忍者，最难的是忍者。队长还好一点点，忍者是最难的啊。好，小兵不刷了，小兵不刷了，打了2波小兵，这么一看啊还好，只刷2波小兵也算是仁至义尽啊。如果一直刷的话，想打死这个怪物挺费劲，真挺费劲的啊。好，来看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奖励关卡啊，其实可以不用打，一会儿你打那个博士，你打那个博士才是。到这里每次我都要吐槽一下，这个博士啊，你说到底是你可以说他是博士、教授、医生，这个DR 就是 doctor 的意思是吧？这个 doctor 就是他妈的就感觉英语有的时候就贼简洁，对吧？无论是叔叔、大爷、舅舅还是什么的。就一个 uncle 就完事儿了。小时候学英语，一个 uncle 王，对吧？这个 uncle 就完事儿了。我就感觉就是这玩意儿，英语是你说它难吧？我倒觉得吧，确实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英语是挺难的，对吧？你要说真说，要是让我好好理解一下，我觉得如果要是从头学，那学中文是太难了，真的。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语多关的意思，多语一关的意思，那更是的啊，你对吧？你光亲戚这一块儿，对吧？你就有爷爷，对吧？你就有爷爷、太爷爷，对吧？奶奶、太奶奶、姥姥、姥爷，对吧？大爷爷、二爷爷，对吧？大姥爷、二姥爷、舅姥爷、姑姥爷，对吧？这个什么姨爷爷，对吧？舅爷，是吧？这感觉就是没法说了啊！这，而且呢。这个太姥姥还有2种，你姥姥只有1种，你姥姥就是你妈的妈妈，对吧？你妈的妈妈是你姥姥，但是我想问一下，对吧？那你妈妈的姥姥，你叫太姥姥没毛病吧？那你爸爸的姥姥呢？你也叫太姥姥了？我操他妈真是没法说了啊，对不对？对吧？又有大爷，又有舅舅，对吧？有姨父，还有姑父，有大爷大娘。对吧？有对吧？有叔叔，有婶儿，这个婶儿还是儿化音，我操！这外国人来了，这怎么拎呢？对吧？外国对吧？外国男的娶了个中国媳妇儿，然后回娘家，对吧？他会说中文，对吧？他说我刚刚学会中文，欢迎你到美国来啊！然后他媳妇说来，老公啊。对吧？这个叫爷爷啊，爷爷啊，这个叫姨爷，对吧？这个叫是吧？啊，这个叫舅爷，这个叫舅姥爷，这个叫what the fuck 啊？那你说这个 doctor 又是医生，又是教授，对吧？又是这个博士，就什么的，反正是这么没法说啊。还有对啊，还有妯娌，还有连桥。妯娌这个太狠了啊！其实很少有人叫妯娌啊。一般来讲，这种关系呢，除了叫小名或者说是比较亲近的名字啊，基本上有的就叫弟媳妇儿，有的直接就叫嫂子了，就是没有说互相，就是他们的关系是，比如说有连桥有妯娌，但是他们互相不会这么称啊，不会这么称呼，它是书面称呼。就好比，对吧？好比咱们现在很少有人管自己的爸爸叫父亲，啊，比如说父亲大人，啊，但这种在官方
或者你写作文的时候，我的父亲啊，我的区长父亲，一般就比较书面，对吧？或者说是在正式的那种发言里面啊，父亲大人，那是吧？叫父亲，一般都叫爸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新潮的叫爹地啊。你像那个山东人，你像我姥，对吧？我姥姥就是我姥姥姥爷是山东的，对吧？我妈、我二姨、我大姨都管我姥爷叫什么？叫俺达。这个达，我就他不叫大啊，他就叫达，这个意思啊。那你就满族人还叫阿玛，对吧？那还叫阿玛，这吧？你这没话说啊。好，哎，我操，这小兵太多了啊！我娶了我姐夫的姐姐怎么称呼你？这东西看咋练，这东西看咋练啊！你这个东西没法练，这种交互关系没法练。那你要照那个说法，比如说还有那个黄飞鸿和他13姨，那么你没法说了啊。好了，这关是3 boss， 其实我觉得3 boss 也比他妈的2个 boss 配一堆小兵好。不用管这个胖子，他会走的啊。哎，有小兵，我操！完了吧！这个版本真的难，不过好在这个有地图杀，这个版本是真的难啊，兄弟们。那要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如果你要平打，好的，咱们学习一下啊，背对着，然后在这个地方 A， 开着连发 A 就行，也不用什么转身了，你就 A 就完事儿了。看起来好像没那么难的样子啊，你记住啊，这就相当于套路和技巧了。噔，刀客可以啊，刀客这个攻击确实啊，这个是主 boss， 这个主 boss 太肉了，兄弟们，这个主 boss 肉的跟一狗一样，到现在还是白血啊，感觉他是怎么1秒钟射十好几个箭呢？真的，你看一个快速移动，萨克。就这，你看，这手速是真快啊！他带的是那个叫铆钉枪，是不是？带的是那个铆钉枪是吧？啊，3个复制体，你看吧，这个版本我就感觉根本不像3个复制体了啊！这个版本肯定是变态了。好，回身一摔，我这个键盘怎么？好，终于搞死了啊！好，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地图也很经典啊，是一个斜着的地图，看不看见？而且怪非常的多，他那个传送阵，哎，好了，又找到了一个最上方的角落。这么打虽然说猥琐啊，但是不亏，看不看见？这么打虽然说猥琐，但是确实是不亏。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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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你这传送法阵里面嘎嘎一堆，感觉这些小兵走道都这么走道。你看，他走道姿势啊，有点像那个，这个啊，有点，好，可以看到啊，在正上方这个位置啊，确实是非常的变态。反手打刀，那就这个呗，这个呗，啊。这个木乃伊是个刀客啊，这木乃伊确实瘦。这哪个女的说我要是腰有她这么细得多牛逼呀啊！这腰也太细，腰细腿细，但是呢，她上半身还有胸肌，还有胸大肌啊，还有2头肌，还有3头肌，但腰细的跟这么细，腰就这么细啊，就这么细。这些小兵不走道还好点，一走道，这个啊，太狠了！当当当当。哎，好，我们叫马杆儿，马杆儿太狠了。马杆儿第一个词儿并不是说我们小时候传出来的，说他瘦的跟马杆儿似的。这句话呢，虽然说我是听我爸妈说的，但是据我爸妈说，他们好像是看那个电影，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陈佩斯还有梁天演了个电影，那个梁天就叫马杆儿。那个电影叫什么？爷俩开歌厅还是爷俩开舞厅呢？我忘了啊。陈翔和陈佩斯是吧？然后外加梁天，不是外加啥的。马杆儿是狠啊！二子开店。好，这小兵多啊！我说何池瘦成马了。马虽然说是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它就是一个夸张型的形容词，可以说它瘦成马了，也可以说胖成马了。但是我想说，何池啥时候瘦成马了呀？他最瘦的时候，我见他的时候，他也就是正常身材。他虽然说高啊，显得他瘦一点点，但事实上他也不瘦啊。但当然，他当时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现在就听说已经200多斤了啊。红发那个女的叫玛迪亚，这是女的吗？啊，感觉他妈怪怪的呢。体特征跟黄帽差不多，他也橙色帽子。大哥他不是说地球人啊，他是个外星的，还是个木乃伊。服了啊。这是星际联盟。也是相当于银河护卫队那种啊，各种都聚集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游戏里的武器系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是无限的话啊，确实可能有一定的玩法。但是呢，你对吧？但是你要不是无限的话，就感觉用处不是那么特别大的感觉啊。谁家木乃伊穿衣服？他又不是正常的木乃伊，他木乃伊都已经觉醒了。谁家那照你的说法，谁家木乃伊还活着呀？对吧？难道还有活着的木乃伊吗？啊，这不就是说复活了吗？老弟来了，狼爷口腔溃疡，狼爷口腔溃疡，脑瓜子嗡嗡的啊。好，来看看，哎，我就觉得他这个身材，我跟你说，这小子这个身材啊。确实是好，
有点那种就是啊，有点那种雇佣兵的 BOSS 当中那种感觉，但是呢，一看就不是好人。好，这里给了一个3眼儿，我操！这个地方给了一个3眼儿，我真是醉了。哎，还有补给，这个我他妈请问那个3眼儿他往下一坐，然后坐这个列车，然后从空中往上掉桶，从空中往下掉桶，你在搞我？你是不是以为对吧？莫非朕不知兵？好，这哥们一顿飞翔脚，这个他飞翔脚有点像那个猛龙断空斩，对不对？转身打2下，血杀，你看这不就是猛龙断空斩吗？啊，对吧？3眼巨魔。好，有点史泰龙的感觉。好，快死啦！血杀，他也有无敌啊！不要以为只有咱们有血杀。好，打死了之后怎么算？还要把3眼打死呀！虽然说3眼好打，好在是没有小兵，给个3眼也没那么难。地图算很大啊。3木童子，来，你把博士再开船跑来，你让这个 Doctor 再开船跑，啊，有本事。好，第8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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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血杀，一群电母，你们管这个叫电母是吧？电母太狠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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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电母连自己人都电，这个设计挺好的。你要不然对吧？对吧？虽然说咱们没有护伤，你说这些人咔咔一顿大范围的攻击，他连护伤都没有，是不是拔要个拔脸？对不对？噔噔噔噔，好，里面那个这是啥？这里面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你说它是杏还是说那个应该是柠檬？这个是啥？是樱桃？它又不是红色的黄樱桃，还是山楂，还是橘子，对吧？这到底是啥？你想那个柠檬一般也不是那么大，这也不有那么小的橘子吧？啊！主播真的帅，天妇罗是右上角那个，对吧？虽然说我知道他现在他不是香蕉，他是天妇罗，对吧？我知道是天妇罗，这是荔枝、龙眼儿、桂圆是吧？金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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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觉这个一会儿啊，就会出现本游戏当中最难打的 BOSS， 传说中的分裂体，传说中分裂体你懂的啊。英文是樱桃，那就真的是樱桃啊，车厘子是吧？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樱桃，这个樱桃呢，理论上来讲呢，樱桃是樱桃啊，这个车厘子呢也是樱桃，但是呢，中国樱桃和那个外国樱桃它不一样。咱们现在吃的那个所谓的车厘子是那个，对吧？这个外国欧洲引进的樱桃，啊，现在呢种植在各地都有，咱们中国也有啊。这个包括像那个什么智利啊，是吧？南美洲是不是也有啊？但中国的樱桃呢，跟它俩都不是一个科的，应该都是那个蔷薇科的，是吧？然后是一个属，但是呢还很都不太一样。好了，4个怪。4个怪，4个怪，一个人打4个，但是好像这么一看跟1v3又一样啊，相当于一个1v3了啊，对吧？好，血杀过来。啊，猪哥坠机了啊！看不到翡翠，没看着啊！啊，啊，感谢猪哥啊，感谢猪哥一手这个，噔噔噔，来，大伙儿听啊，叮铃铃铃铃，感谢猪哥的一手飞机，哎，日常坠机，刚才连怀旧哥的机也坠了啊。这么多的血，连你奶奶都能过，你别闹啊！我想告诉你啊，是我承认咱们这个血也多，初始血都多，但是呢有个缺点啊，我告诉你们，敌方的血也不少，啊，兄弟们，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好，最后一关宇宙大帝，这关宇宙大帝，我感觉这个版本应该会设计一个什么 BOSS 配合他，要不然也确实是啊，对于他们这种可以揪住 BOSS 的人来说，应该也是太简单了，就不能被揪，你知道吧？一旦被揪，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就咱就拜拜了，对不对？确实是不能被揪啊。好，这个地方，哎，还有兵，你看他为啥不走啊？还有兵，这个是啥水果？我小的时候肯定认为是香蕉，但是现在呢，它就是天妇罗。但是我又不理解，谁把天妇罗炸那么大？咱们看看比例啊，这一碗天妇罗，这个碗就已经很大了。这个碗呢，它大小已经赶上这个木乃伊的胸那么大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2个胸，就是整个这个胸围这么大的这个碗，相当于，当然木乃伊比较瘦，你们也懂的。然后呢，这个2个天妇罗比这个碗还大，
谁炸天妇罗拿那么炸的？那有那么大的虾吗？那裹多少面呢？那虾也太多了啊！炸的什么？炸的啥？炸的鸡腿。那这天妇罗最出名的是炸大虾呀。那奥龙炸的是，那奥龙炸的是太狠了啊 ！OK， 再次感谢我朱哥一首这个飞机。日常狼老板坠机啊，也是对吧？常事儿了啊，也是常事儿了。天妇罗是啥？主要是对吧？日本的信仰对吧？就是天妇罗外加寿司。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啊，这个对吧？就是咱们国内吧，那个日本料理太卷了，卷到很多对吧？做的比日本那个还邪乎。其实我喜欢吃日料，并不是喜欢吃日本的它的料理的这个口味啥的，我并不是喜欢吃它什么对吧？天妇罗、寿喜锅也就一般化啊，包括寿司，我只是喜欢吃海鲜，尤其是日料，大多数日料啊，可能在咱们中国里面就是日料店都是他妈的自助啊。我说白了，无限吃啊，它不是说咱需要贪小便宜，确实是合适，对吧？你说就我主要是为了吃那点什么三文鱼啊、金枪鱼啊。对吧？生蚝啊、扇贝啊、鲍鱼啊，对吧？澳龙啊，对吧？青龙啊，对吧？甜虾呀，或者说是什么黑虎虾呀之类的，对吧？说白了，就为了多吃点海鲜，根本就不在乎说什么吃点这个真正的说什么日本的什么这个什么金枪鱼寿司，我吃那玩意儿干啥？我就直接吃金枪鱼好了啊！我吃什么寿司嘛啊？还有就是天妇罗，天妇罗不就是炸串吗？我真是服了啊！当然啊，那可能人炸的比咱那个民间炸串人家要高端一点，但是再高端，反正那个意思啊。痛风听到这里瑟瑟发抖，那必须得多喝水，多运动。那你像我多喝水，我就多喝点对吧？苏打水，喝点巴黎水是吧？啊，反正是这个痛风这个事儿，你痛风肯定不能这么吃，但是你多少你不能老吃，你天天吃那肯定不行啊，你对吧？咱说实在话，你一年能吃个6次，2个月能吃1次，其实就行了啊。再实在好吃点的，你可以说多健健身。你像那些健身的那些人，天天健身，天天出汗，天天喝水，天天在水，对吧？那你可以多吃点，你可以说1个月吃个3、5次，对吧？好，我们看看啊，这宇宙霸主一上来配了5个小兵。这个就是不一样啊！作为最后一关，确实有牌面。好，这宇宙霸主，一拳就给你打火了啊！苏打水有益健康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我感觉应该是，就算是有效果，也是有一那效果啊，多了肯定是夸大其词。但是呢，毕竟它是碱性的，咱们就是况且咱们就第一，首先你多喝水肯定没有问题，对吧？这个东西如果它对人体没有害，多喝点我觉得也还好，是不是啊？你认的肌肉男不代表他不痛风，那他可能摄入的东西太多了，那他天天吃，再加上肌肉男也一样啊，对吧？你肌肉男就一定不会得病啊，是不是？这血杀也不费血，谁告诉你血杀不费血的？这是好了，没有小兵，没有小兵啊！但凡说血杀不费血的，你们玩就知道了啊。好了，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 BOSS 起身可以直接抓吗？头巾一摔就可以直接抓呀？哎，兄弟们学会着点啊，都是自己的。这个 BOSS 可以直接抓。那就原版来讲，没有小兵干扰，他直接抓就可以把 BOSS 抓死。哇哦，确实厉害啊 ！BOSS 头顶上是一个光圈啊，就是神鸟了，对吧 ？OK， 那可以看到总体效果啊，还是高手玩没那么难。